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7月9号就是川普定的关税期限，你可以看到这几天他在跟各国交锋，大家互相的呛虾。没有想到的是，现在有个国家竟然先低头，超乎你我想象。这个国家叫做中国。为什么？你看到了，这个是他们的公安部长王小洪去接见了这个美国的驻华大使，叫做庞德伟。他们在聊些什么？他们在聊说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领域合作。再禁毒，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字眼。而美方那边说愿意推动执法交流，大家百思不得其解。之前中美两国就是因为芬太尼所以吵了起来，就是因为芬太尼所以才会有芬太尼的关税。那现在怎么会突然一夕之间完全变了一个样呢？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在在中国境内，它的毒品全境失控。他们现在急着来跟美国来求救，为什么要求救？你看到最近中国抓了一个贩毒集团，他们逮到了一个女毒枭，这个女毒枭超乎你我的想象，她的年纪竟然才17岁，那下面的所有的贩毒集团同伙竟然也通通都是未成年。另外，中国最近的青少年，他们非常迷一个东西，他们竟然在吸食丁烷，吸到怎么样？吸到连一间旅馆都因此爆炸。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评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林传媒政治司法组召集人吴正峰，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敏，大家好。世彤，我们刚刚讲了一句哦，过去他们因为中美两国因为芬太尼吵得要死，甚至连关出来都克了。对。结果今天什么？过去习近平他想要用这个所谓发动新鸦片战争，我要来征服地球，我要征服所有国家。结果征服到一半还没有完的时候就被反噬了。没错，我们过去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西岸啊，或者美国各地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好像僵尸这样一个感觉，因为他们都吸食了非常多芬太尼，然后造成美国的毒品泛滥。那这件事情来说，很多国家都说是中国对美国发动所谓的这个鸦片战争2.0啊，所以川普才要对美国瞌睡嘛。就没想到，他要对中国瞌睡嘛，就没想到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好像原本都不理这件事情，但是最近几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中国的公安部部长王小洪，还有美国驻华大使叫庞德伟，他们两个呢，居然在讨论这个芬太尼的事情。然后这个王小洪就说，要落实两国元首的共识，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要互相合作。然后呢，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就说，愿意推动执法交流。那显然呢，这个中国显然也想知道说美国怎么去抓那些毒贩。对。那为什么中国想要知道呢？赵我跟你讲，原本他是要输出这个鸦片战争，这个毒害美国人的，对不对？就没想到现在发现到说，中国的毒品也很泛滥，中国也很严重。为什么？我跟他讲，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已经到了全境扩散了。对，第一个，因为最近有一个消息登上了这个中国的热搜，为什么？他们中国逮捕了一个这个贩毒集团，就贩毒集团之后，赵伟你知道吗？首脑居然是17岁的少女，17岁，对，而且他的客人都是年轻人，都有10岁的啦，都是学生。这件事情引起大家的震惊哈，我们的小孩子居然在吸毒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在中国还有一个，这个目前为止是整个中国的潮流啊，你知道？中国15、16岁的小孩都说什么？假设我们是15、16岁，我们一起去上进去。上进，这个上是上下上，进是来进的进，上进，上进，对，上进是什么意思呢？就要吸食东西。那他们要吸食什么呢？他们吸食非常容易取得的丁烷，所以他们也发了一个这个中国毒品的这个刑事报告，而且这是2025年的对6月19号的哦，对，没错，才刚调查完的。全年共有23个省份发现所谓的制毒活动，而且现在中国泛滥。好，那为什么中国会泛滥？照我跟你讲。美国有研究过，美国就说，为什么美国人喜欢这个吸食毒品呢？吸食毒品的原因大概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长期没有工作，失业之后呢，有可能最后的下场就是他因为找不到工作，他想要逃离现实的时候，他就会吸毒，而且严重到怎么样？你看到这是微博热搜，对，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刚刚谈到了。那一名17岁的少女竟然上了微博热搜。对，没错，就是这位少女引起整个中国舆论社会的哗然。为什么？因为她被逮捕这件事情来说，登上了微博热搜的第1名。你看，贩毒女头目年仅17岁，大家完全吓傻。我们把她马赛克起来，但是她的脸真的是一脸稚嫩呐。对。但虽然脸一脸稚嫩来说，你可以看她双手是布满这个刺青啊。
看起来也是蛮凶狠的一个人呐。好，那因为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警方会破获他们？原本是在去年8月的时候呢，有一个民警呢，他在这个中国的宾馆里面破获了这个4个人在吸食这个毒品，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然后吸食毒品来说，他们就要吸食叫做上头电子烟，然后就没有抓到之后呢，他们就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毒品叫这个异丙帕酯的这个成分，然后异丙帕酯的成分，他们就开始沿路的往上追，就你知道，赵尔一共抓到了这个12名的贩毒嫌疑人，还有38名的这个吸毒人员。对，就他们一追查说，12名的贩毒人员来说，往上追的时候，结果没想到追到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然后再往上追，因为未成年比较好招供，比较好这个让他们招供嘛，就没想到他们就说啊。没有啦，那就是我们就跟一个17岁的女孩子买的啦，她就王说那个人叫做小丫头，对，叫王叉婷，那这个绰号叫小丫头。那当然大家都是抓她，就抓她的时候，就没想到就真的是这个17岁的这位少女，就没想到她就说，她就辩称说啊，我为什么会吸食？因为我3年前，也就是14岁的时候我就接触到了，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似乎是会有市场，所以他就买了这个所谓我们刚才讲的上头电子烟，它就含有这个依托米酯，还有异丙帕酯等等的这个成分，然后就开始卖出去的时候，他就说他还有找人分销，然后就获取了这个巨额的这个暴利。巨额暴利之后，然后没想到人家就说，这38个吸毒人士里面来说话，有一个才10岁啊。才10岁，那时为什么他爸会发现？他爸就发现说，他就拿了这个疑似是电子烟在那边吸食，在那边吸食的时候，他才发现说，你居然是在吸毒，而且他就说，我们知道中国很多这种电子烟呢，他们很多这种地下的品牌，他们很多甚至在超市就会看到这种东西，就超市里面就能买到的，对，就吸食器。然后警方就说哪一个超市，然后就真的去抄那个超市，就在那个超市里面居然发现了5万支电子烟啊，然后涉嫌的金额是2000万人民币啊，然后21个人被采取这个强制措施啊，就发现超市。然后还有这个贩卖人，这一条龙，除了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上头电子烟之外，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到丁烷，丁烷这个东西，我刚才跟大家解释的，丁烷就是我们打火机或是卡式瓦斯炉，或是很多这个我们一般这个分装式的这个所谓你要用到瓦斯的时候，就是用到丁烷。对，那丁烷这个东西呢，他们的说法是说吸食进去之后会有一种迷幻的感觉，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就说他们这个一个人3罐，然后3罐这种所谓的这个充气罐，然后就大吸特吸，然后他们想要点根烟，就没想我就讲，因为丁烷是瓦斯，他们拿了一个类似桶装的这个装了丁烷在那边吸的时候呢，就点根烟来抽的时候，我就讲瓦斯碰到火会怎么样？当然爆炸了，对，爆炸就没想到就真的爆了，爆了之后你就知道他们就受伤嘛。你看，就类似这样，他们这边点烟的时候，我就讲，我们看到很多餐厅不是瓦斯炉都会爆炸，它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就突然爆起来，就没想到呢，这个人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吸了这个丁烷之后，他想要再抽烟的时候，就没想到全身就烧起来了。所以他和这个在宾馆2楼炸开了，小郑全身有90%的这个皮肤完全都灼伤，到现在为止手指都没法伸直。你看哦，这一名小郑怎么说？他说我当时是上网买的，对，只要9块钱，就等于台币36块，很便宜啊。他说这个过程慢慢的，然后循环小圈套大圈，结果没多久就出事了，9成皮肤都被灼伤。对，根据这个吉林的医院的就统计，他说过去1年里面来说的话，他们就收治了上百例，这是吉林一个地方上百例的青年人吸食丁烷烧伤的案例，然后大概都是16到19岁，然后对最多一次有7个人同时就医。7个人我就说嘛，因为大家都一起去吸食的一个状况嘛，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说这个丁烷一点燃就会爆炸，他们完全不清楚，甚至你看还有人是怎么样，他吸进去的时候已经吸进去了，对，然后他还点火，那点火之后你知道会怎么样吗？连他的这个呼吸道就一直烧起，呼吸道还有肺都怎么烧起来？会烧进去，在内部会烧起来的，因为你有气体在里面，你点火之后，它就会循着这个气体，就像瓦斯嘛，它会循着瓦斯在什么地方，它就烧烫伤。医生就说，3到4罐是什么意思？他说呢，你知道1罐就能做一个所谓的他们中国很爱吃的这个剁椒鱼。你说它可以把它加热，可以把它完成的。对，就你想你用3到4罐，3罐你就知道说那不是就是这样嘛？他说这个爆燃的气体会进去的呼吸道，然后会造成黏膜坏死，然后所以他说这个非常危险啊。就没想到中国年轻人，我就讲16到19岁的年轻人，他们现在就是在吸丁烷。对，所以这件事情来说，这个抓不胜抓，我就跟你讲，这个可能对中国的影响比美国的芬太尼对对美国年轻人影响要更大，所以我才说这变成是中国一个这个不可这个承受之重。好，那我就讲
除了这个我们看丁烷很容易取得，还有这个上头电子烟这些东西之外，现在没想到，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医院有时候呢，这个很多这个事情会爆发，贪污腐败一大堆，就没想到被他抓到什么？有些公立医院的院长。我们知道说医院里面来说，本来就可以取得很多止痛药，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就没想到他就说他这个是这个苏某某哈，然后他就是一个医院的这个院长，然后医院院长来说，因为他有麻醉药品的这个处方签的这个资格，就没想到他可能就跟人家已经跟这个贩毒权就已经打好关系了，他就拿了一个叫做杜丁片，他大部分都用在癌末患者，他一共申请了非常多片之后，然后有38万片，以每片1.5元到7元的时候卖给这个贩毒集团，然后赚了大概100万人民币左右。对，所以它根本就是一个地下的毒品链，对啊，而且地下毒品链，我们刚刚谈到了，譬如说它可能有这个丧尸烟弹，对，甚至还有很容易取得丁烷，对。但是现在什么，连医院哦，对，都进来这个所谓的毒品链了，对，就是这个杜冷丁这个东西，他们所有人就知道说，哎，连医院都这样做。那除了这个之外，你看这个成都的这个公安，他说什么？他说现在毒品，因为我们现在毒品来说，你看。这个丁烷，或者说像这个杜冷丁，或者很多东西呢，它可以伪装成各式各样的东西。他说什么？可以伪装成，譬如说像食物啦、饮料啦、电子烟啦，然后邮票、跳糖啦、奶茶、上头烟等等，然后对辨识能力不强的未成年具有非常大的迷惑性。所以等于很多未成年人来说，哎，他不知道。他想要试试看的话，哎，他就没想到就惹上了毒瘾的这样一个状况。而且里面最夸张什么？你看到这是《新京报》的报道，为什么会说现在中国叫做毒品全境失控？光是去年一审毒品的犯罪案例35859件，对，没错。而且里面法院判决有效力的毒品案件，被告4万多人。对，所以等于说中国的毒品现在越来越严重。好，那毒品越来越严重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就开始挖起底。起底什么？就连一个中国的网红呢，他就被抓出来说啊，你过去也是有吸毒的这个状况。这就是严严讲。严严讲他说呢，看他其实外貌姣好，那他也是常常在网络上发布一些他的这个影音视频这样一件事情。就没想到他就被人家抓到说，哎，你这个严严讲，你在过去一段时间你曾经也是吸过毒啊。他说他之前呢曾经在这个16岁的时候吸食这个笑气。那笑气来说，我们很多台湾的年轻人也可能会吸食。然后后来呢又吸食什么大麻啦、安非他命啦。然后还有非常多，然后他甚至还聚众纠众到包了一个总统套房，然后那边吸食毒品这样，然后被警方抓到，所以你知道，事实上，甚至连网络上都流传出非常多他吸食毒品的这个画面，就是这一位这个所谓的这个严讲，所以你知道，事实上，你看连网红都这样。好，那我们刚才讲了，中国你看年轻人呐，然后医院呐、网红啊，大家都在吸毒之外，所以跟你讲，原本呢美国都说，哎，我们可能可以用这个毒品啊，用这个鸦片战争输出到美国之后呢，一洗，哎，我们之前鸦片战争中国受到压迫的这个状况，但是没想到现在这一招反过来的话，现在中国民众也是这个吸食毒品的人数也大增，所以现在中国才知道说，哎，这个想要烧别人，就没想到最后还是烧到了自己。或者现在中国真的是完全被自己反噬掉吗？现在整个境内里面一团乱，结果现在才发现他们毒品在部署全球上面。部署比解放军还要密，甚至把日本当基地，然后开始去毒害全球。现在竟然被人家发现中国竟然是前进日本，把日本当成根据地，然后呢把这个毒品洗产地啊，那是从日本出口到美国去你会想说，这真的假的？有这样的状况吗？现在其实主要是日经亚洲的一个报道。他说，其实，在2023年啊，有一个案子，就是发现有2个中国人呢，他们在那个斐济被逮捕了。被逮捕之后呢，发现他们竟然涉嫌去把这个芬太尼的前面的一个原料卖到卖到美国去。好，那你卖到美国去，这听起来好像很耳熟能详，不是案子就这样弄吗？就不寻常的地方是在哪里吗？这2个被抓的人啊，他们同样都是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有趣的地方是，它是一家日本的名古屋成立的公司，叫富士凯 First Kai。然后这个 First Kai 这家公司听起来就是日本公司嘛，但有趣了，它这个整个组织的头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姓夏，他住在日本的那个冲绳那霸。但是他却是本身他的工作是什么？是湖北金奥生技科技公司的人。
所以换句话说，他其真实的身份是湖北深奥科技的这个董事长负责人，而且他旗下呢有10几家公司，遍布了全中国，但是他却在日本设立了名古屋设立叫富士凯公司，而这富士凯公司最重要的目的是干嘛？就是好像去出口一些东西到美国去，蜂蜜啊、药品啊，甚至狗粮啊，但是这个出口这些东西里面，竟然暗藏的芬太尼，都是芬太尼的原料。对，所以换句话说，当你美国的这个 FBI 抓到人之后，会以为怎么有日本公司给我们这个好像运输这个芬太尼到我们美国来残害我们美国人？但事实上，这个成立在日本公司的里面的后面的真正大老板，竟然是湖北人，就是中国人在后面来操盘的。对，就是我。然后所以大家都开始发现不太寻常，好像看起来中国的这一个湖北的公司有意借由日本当成一个指挥中心，然后进一步把这一个毒品销售到美国，甚至销售到其他国家去。你现在画面上看到是让人家觉得说，哇，现在好像这个所谓的烟毒啊，或者是芬太尼这些相关的东西，也真的在日本蚕食鲸吞，甚至在日本我们之前有提到的那个一个区就是很混乱那个区，也出现到你看那个行人啊，看起来跟僵尸，你看就是这个人。这看到有点吓到，知道吗？日本也出现这个景象，我们过去都在美国看到这个景象。就现在毒化已经杀到日本去了。对，而且这一区就是之前我们在讨论就是柯文哲案子的时候说那个橘子也住在这一区，就在大阪。对，就很可怕。所以他们就讲到说，现在是不是本来就是湖北人躲在日本，然后要把东西芬太尼销售到美国去，现在也慢慢的在这个日本蚕食鲸吞起来。那所以有一个说法，什么说法呢？是不是制毒中国有透过建立起制毒第一岛链，制毒的第一岛链。对，包括日本，包括台湾，还有哪里？就是马来西亚跟越南这些相关的地方。像我们除了刚刚提到这个芬太尼之外，最近有几起案件，你会发现台湾跟日本的毒枭也开始进行相关的合作。就是在今天起诉，你现在看到这个案子这其实看起来我是觉得蛮可怕。怎么样呢？就是呢，日本的3大黑帮之一的一个叫道川会它是仅次于山口组跟筑吉会的。那呢，它在全日本大概有2000多名的一个会员那也遍布北海道相关的地方。结果他们竟然来台湾了。他们竟然怎么样呢？他们来到台湾，他们有3个人在今年3月7号、3月8号的时候来到台湾。来到台湾干嘛？他们竟然跑到屏东去买海产，买高级的什么燕窝啦，买高级的鱼翅啦，然后把它假装成是好像就是我来台湾买特产情况，然后要把它带到日本去卖，还有佛跳墙带到日本去卖，就被破获了。被破获之后呢，当然他们就说没有啊，我们只是来买的。这个后来发现说你这不单纯啊。你后面这个里面竟然有安非他命，然后我跟你讲，那个都藏在这个佛跳墙的高级食材里面。其实某种意义上好像吸了也变佛，就是对。但是我跟你讲，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个就是要这个销售是2公斤的安非他命嘛。这2公斤的安非他命在台湾大概是110万元的一个市值。他如果成功走私到日本的话，他竟然可以创造出4000万的一个市值，4000万。对，所以听说日本好像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安非他命，所以有这个可以赚了大概30倍。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要给我们这个检调人员一个掌声他们就开始循线，然后就破获台湾的一个供应链，就破获到发现台湾也是有黑帮组织竹联帮人堂有夏姓的男子3、4名，也就是因为这边配合，所以呢，也在5月28号的时候成功的把他们给逮捕。不是，所以这样听起来，他把日本当成前线基地，他把它做成第一岛链的毒品链之后，结果后面给他后勤的是越南，是马来西亚，是有这个可能？我在想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一条通道已经被打通了，所以就变成是所有各个不同势力的黑帮都知道有这一条路。所以大家全部都跳进来抢食这样的市场。为什么刚刚要特别提到就是你刚刚说讲第一岛链就是原本芬太尼的那个源头就是湖北的这个金澳生技嘛。那刚刚不是讲负责人是一个夏姓男子吗？你知道这个夏姓男子非常
特殊的地方是，他虽然现在人是住在日本那个那霸，然后冲绳这边，但是呢，他的脸书只有6个朋友，这个6个朋友里面竟然有一个是越南药厂的人所以后来现在这个美国的相关的调查的人就说，就有点担心就是他们事实上已经串起了整个亚洲的这个毒品的一个供应链，而他提供原料嘛，那原料可能以日本为一个不管是指挥中心或者是一个总部，但是呢，台湾跟马来西亚或者是越南有可能是他们一个各个不同的分布点。那像刚提到我们台湾这边可能有跟日本的这一个黑帮有进行相关的一个合作。那除此之外，台湾也变成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运毒或是贩毒上也有扮演的角色，而且呢很有趣我刚刚不是讲在湖北的这个头是夏南，那呢在台湾这个竹联帮的也是夏南。当然我们不是说新夏南好像是一家人，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一个所谓的贩毒的一个产业链或供应链被串联起来了，所以这样各个不同的势力的黑帮全部都跳了进来。刚讲到这个台湾的这个部分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在马来西亚，他们竟然破获到一个组织，而这个组织里面有3个是台湾人。你说台湾人还特别跑到马来西亚来帮他们制毒，而且破获的是255公斤的可以生产这个电子烟的各式不同的毒品那目前现场还扣到大概是价值370万元的一个像毒品还有什么名表电脑这些哈姆拉那东西，你知道这很可怕。他说他们每个月可以从这里净收入达140万的台币，而且呢，可以把这个透过这个生产的销售的这个电子烟销售到其他的一个海外市场。但逮到的3名台湾嫌犯里面，有1名是有化学的背景的一个身份。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他们还发现这个组织里面还有其他的越南籍的女嫌犯也分工合作，所以他们是互相国际间的交流的。所以那个就是赵和，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现在看到这几个案例是不同组织，可是是不是因为代表着这个毒品供应链的供应链已经被串联起来了，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任督二脉被打通了，各方势力全部都跳进来，就是要分食这个大饼。而你看到的是以中国为首，日本跟台湾进行合作，然后还有布局到越南跟马来西亚这个部分，等于是东亚甚至是美国这个部分的全球的贩毒链都已经建立而成。郑凤，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现在习近平要搞一叫做新鸦片战争？你看台湾最近的多起车祸案件，把人都撞死了。导播，我们看这画面，这画面是在冈山我们看到这画面已经够扯了。这是什么？这是一台车，它直接先撞路边的店家，结果砰了，直接往这个店面里面撞进去了。没错，他把骨撞进去，你看他还一直吹油门，很细苗吹，还好店里面没有人，对不对？你看他一直吹，一直吹，他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结果，它中间还有一些过程，它撞了路树，然后撞了其他的车，然后你知道他看这个男子44岁李姓男子他是这个吸了依托米酯，就是所谓的丧尸烟弹，又是丧尸烟弹，又是丧尸烟弹。他去干嘛？他开的是小货车，结果他挑战一台连结车，小货车撞连结车，然后丧尸开小货车，丧尸没事，连结车的驾驶不幸过世。另外一个案子在三重最近，刚刚讲的是冈山的嘛，对，最近1个礼拜撞死2个人，都是因为依托米酯。刚讲是在冈山，那现在这个在新北。他怎么样呢？他这个笑脸的20岁一个黄姓少年，他也是吸了依托米酯丧尸烟弹之后变丧尸，调的外，我的外催泪，然后闯红灯撞死一个过斑马线，而且是绿灯过斑马线，就是这一名妇人，没有错。高速撞击之后，他飞了10公尺远，当场失去生命迹象。然后呢，你知道遇到这种事情，一般人会很紧张，下来查看被害人有没有怎么样，对不对？结果他第一个动作下来是干嘛？是看我收起的抖，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理智已经丧失了，他完全断线。他第一件事，我钥匙在哪？他想要跑的，没有错。所以像丧尸烟弹，这完全是台湾这么泛滥，没有错。这不是抓很多吗？没有错。丧尸烟弹呢，是2023年才开始
才开始现行的哈。那丧尸烟弹是什么东西呢？大家不是很了解，大家只知道它叫依托米酯哦，它其实就是一种镇静剂，然后它的代谢率很快，所以呢，其实对人体的影响很低，医生还蛮喜欢使用它的。那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使用它呢？就是因为它吸了之后会抑制你的中枢神经，然后全身会抽搐，会这样抽搐，所以人家称它叫丧尸烟弹。那从今年1到4月呢，这个我们的政府，我们的这个检警已经查了你猜几案？平常大概这个100-200案、300-400案以前很多，对不对？我跟你讲，1到4月已经抓了3000案。3000个人，你说光是今年1到4月，就因为这种丧尸烟弹，对，抓了3到4千人了。3到4千人，因为它实在太严重了。为什么它很严重呢？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在吸毒。为什么？这个以前呢，大家吸毒都会畏畏缩缩的，对不对？躲在暗处嘛，譬如说你要吸安非他命，你就拿一个玻璃球，对不对？然后跑到暗处吸。你要施用这个海洛因，你就会打什么？你就会拿针头来打，对不对？对。可是呢？这个丧尸烟弹，它为什么这么泛滥？就是因为它的逆中性太好了。它为什么叫烟弹？因为它就是放在电子烟的烟弹里面。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刚刚我们看到，不管是冈山的车祸案件，不管是这个3重的撞路人，他们都是随身放在身上的，随身放在身上，所以他随时吸它都可以的，随时吸都可以的，没有错。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么便利，它的载具就是电子烟。有多么的这个方便拿到？那因为我国对于电子烟并没有禁止它怎么样这个持有，所以呢，如果警察在路上看到民众拿电子烟，他不能过去搜索嘛，因为这不是违法的事情，所以这个毒虫就有恃无恐，每个人拿着一颗公然在这个大马路上拿着电子烟抽，警察也没办法去盘查他，所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景象哈。刚讲其中的都是出车祸，对不对？他吸了之后上市跑去办会啊，去放火啦，死了1个人啊。所以说这种东西有没有很恐怖？以前这个毒驾如果过失致死只能用应该讲说以前毒驾只能用过失致死论，对，5年以下。对还好去年这个法务部修法了。他修法改成就是说，毒驾是有标准值的，只要超过这个标准值你就应该用毒驾论罪。所以现在如果你吸毒撞死人的话是可以处3到10年之间。对，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